我们来了。我们现在看一部新的电影，叫做《龙猫》。对，这个是1988年版，也不知道后边有没有别的版本啊。反正下载的时候是1988年写的是。这个确定是1988年版的意思吗？是吗？是吧？反正1988年上映吧。确定吗？这么老的片子吗？啊。那1988年是彩色的吗？这个画面是吧？是吧？行，反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预备，开始。什么作品？你看，对，是这个猫。德间书店。哎，这小女孩好像见过。它这个 IP 应该是很有名吧？应该很多有周边的人物吧，有很多周边吧。反正右边那小女孩，我感觉应该是看过，就是在短视频或者是在什么上面，应该肯定看着过这个人物。这是搬家搬到这个村庄来了吗？看着像啊，东西这么多。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ご苦労様です。哎呀，这他的裤子是补的吗？どうもありがとう。买这么多行李。搬家的时候的确是，我记得我之前搬家，哎呦我的天，也不知道哪来那么些东西。平时这没感觉到。小美，这叫小美。姐妹呗。这兄妹吧？啊？这女孩吧？啊，小裙子。裙子吗？哦，这小女孩。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就是特别希望有一个有院子的房子，种点菜，有没有那种感觉？种点菜，种点花，种点草的。养只狗。哎，这房子小心呢。你看孩子的快乐多么简单。呀，这是树吗？这么高的树？樟树。什么？种子吗？啊，果子。果子。像果子。这屋子这可以收拾很久。松鼠行，老鼠不行。对。小月、小美啊。他们妈妈呢？对呀。这什么啊？蟑螂吗？不是吧，蟑螂不长这样啊。臭虫。他俩胆儿挺大呀。这要搁你是死活不带进去的。绝对不行，我这首先我都不能打开那个门儿。藏哪儿了呢？そこはお風呂だよ。お父さん、ここに何かいるよ。ですかい？わかんない。ゴキブリでもない、ネズミでもない黒いのがいっぱいいたの。就像那种松卡还是什么玩意儿那种感觉似的，就全身都是刺儿呢。他爸胆儿也挺大呀。那以后要在这住，咋的他也得整啊。那我可能会找人先来开个荒。こりゃ真っ黒クロスケだな。灰尘精灵。
そうさ、こんな哎呀いい一打开わけなん这有啥呀かないわけないよ。哦是这样吗？啊，这个解释还挺浪漫的。嗯，嗯，你看，全刺儿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仕吗？事2階の階段は这两个孩子竟然不吵架。这是从哪里伸出来个楼梯吗？他俩性格感觉有点像，这都是这种比较活泼的、爱玩儿、爱闹这种。哎呀妈，他俩胆儿太大了。真っ暗だね。嗯黒助。嗯，松鼠，どんぐり。哎呦我天！我一听这个声儿我就感觉，嗯，要不咋说他俩胆儿大呢？小孩儿嘛，小孩儿有时候不知道害怕。啊，就阁楼呗，2楼。嗯，让我想到了棋魂呢。哎，还真别说，黒助さん、いませんか？嗯，开窗户。夢だったんだ。他爸胆儿真大呀！你看画还挺细节，那小脚丫都黑了。嗯，他看见了啊，哎，是蜘蛛吗？不知道，要是蜘蛛，我真是这屋子我就住不了了。我特别怕那种多足的东西。你也是吗？哎，像那个游戏里的那个，对，那个游戏不以这种黑色的像煤球还是什么东西为主吗？嗯，这挺像奥利奥饼干的。他还真不害怕呀。嗯，可爱的小脚丫。でも時々そうじゃしてたんだ。真是灰哈，ねえ、すすあたりが出たの。没没虫すすあ。たり？すすあたりってこんなんでゾワゾワーって動くもの？なんだ？誰もいねえ古いうちには啊，就是真的就有这个虫子呗。すすとほこりだらけにしちゃうのよ。ちいちゃい頃にはわしにも見えたが。没虫。そうか、あんたらにも見えたんけ。行，有这个具体的东西就好一些。嗯，あ、そうったら恐ろしげなもんじゃねえよ。ニコニコしとれば悪さはしねえし、いつの間にかいにくなっちまうんだ。自然就会今頃看不见天。井裏で引っ越しの。目がそこで待ってな。他们为啥又从其他地方搬到这儿？看着还都挺高兴的。嗯，お魚取れた？你喜欢搬家吗？还是喜欢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我肯定是喜欢一直住在一个地方。为什么？就稳定的生活呗，都习惯了。嗯，用具込みな。水が冷たくなるまで。可能这反正人性格的事儿。你喜欢搬家？我喜欢有点新鲜感。我没有，你想我都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搬过。我小时候甚至会，就是没有搬家的条件吧，当时，但是就是从我的屋搬到这个我爸妈的屋，就是换一下，或者是把客厅，我住在客厅。这是什么呀？哎，你们小时候是会有这种
对鬼屋的这种向往吗？向往。就是会觉得就是和朋友一起去来この子嫌い显示自己的胆子很大呀，或怎么样的。我应该长大了之后，我才会在ちゃんとお上がり电影里什么才会看到这种。小时候我没有那啥，嗯，就没有这种经历。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旁边就是大家都是这种平房区嘛，然后我们就在入学校之前，大家不得站在就是学校对面不得站队嘛，然后那个我们就会站在胡同里面，就是因为胡同很窄嘛，大家会站里面，然后其中有一栋小，我印象中有一栋小楼，因为你想咱们那都是几十年前嘛，就很昏暗，然后我们每次排队的时候，大家就会说谁有胆量进去啊，跑一圈出来的那种。哎，风不小。他这个画风感觉我挺喜欢。哎呦我风这么大。哦，真倒了。这个小女孩跟爸爸这个共浴是到几岁开始？哎，搬家了。这好像是那个打鼓的那个游戏还是什么游戏那里的那种感觉。哎呀，真的就一起搬走了，这。真的被阳光晒过的衣服和床单被褥都不一样。对。要吹春游了吗？你坐过这种车吗？坐过。我的两只脚的后边全都被压到过这里。我跟不跟你讲，我妈在前面骑，我在后边坐，然后我妈觉得蹬不动了，站起来蹬。这时候我再一看，我的鞋已经被脚飞了。对，听过。这是真事儿，就是其他平台不有很多人都讲我有这个经历吗？我就特别能共情，因为家长真的就是那样，站起来蹬，一直在后边哭得哇哇的。我妈说怎么了？我说鞋丢了，再一看脚上全是血。哎，还寻思呢，怎么蹬不动，站起来蹬。对，我真的还挺快乐的。对。但其实冬天的时候也挺遭罪，冬天很冷，在东北的冬天。哎，妈妈在这儿。哦。お父さん道間違えちゃったんだよ。そう。いらっしゃい。今日田植え休みなの。あ、そうか。お父さん先生とお話ししてる。然后他妈妈生病了。みんな来てくれて嬉しいわ。都挺勇敢。お母さんが嫌いだと困るなって。さつきとメイは？好き。ね、怖くないよ。メイの髪の毛さつきが言ってあげてるの？上手よ。いいね、メイ。でもお姉ちゃんすぐ。他们的本儿都挺大呀，一看就聪明。さつき、おいで。ちょっと短すぎない？私この方が好き。あ、メイも相変わらずのくせっ気ね。私の子供の頃とそっくり。大きくなったら私の髪もお母さんのようになる？太可爱了。ね。あなたは母さんにだから。确实很像。对，站在后边。大丈夫。みんなのも作るね。哎呦，太懂事了。哎呦我去！哎呦我，姐姐的性格真好，这么快就交到朋友了。真活泼。你是喜欢这种活泼的，还是喜欢那种文静的孩子？我喜欢能自己玩的孩子，无论活泼还是文静，不挑。
哪能既要又要，贪多贪足嚼不烂。哎，小蝌蚪，哎，这个实在是太有童。咱们这边叫胡铁儿，是不是？对，小人叫胡铁，鸟混。哎哎，啊，搬家了。这是就是只要有人来住就啊，橡果子，他们把吃的带走了。嗯，完了，这全都没了。我不太知道电影。对，这是啊，橡果子。我以为是松鼠呢。呀，完了，新天地了，是不是？嗯。哇哦，这叫什么？桃园？文章叫啥？忘了。桃花源记啊，桃花源记。啊，这是大龙。大的啊，大龙猫。这是要揪它尾巴去吗？你会忍住不摸这些小动物的屁股和尾巴吗？忍不住，是吧？嗯，它那一趴，那就是让我去摸呀。嗯，我怎么能不去摸呢？就我家狗每次趴在那儿，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摸它的屁股。它还真不害怕哈，这么大。嗯，对，吓一跳啊，龙猫。睁开眼，继续睡。什么？它不会想它会不会把我吃了吗？嗯，哈气。这太可爱了。这小孩也可爱，龙猫也可爱。完了，不是做梦。给龙猫吓一跳。嗯。公比谁声大，是不是啊？这都没醒，这觉挺大呀，这跟你差不多了。跟雨琦差不多。真可爱，毛茸茸哈，软乎乎。害怕着睡着了。这家里找不着他，该着急了吧？这一共就仨龙猫吗？一个小不点儿，一个中不溜，一个超大型。初级侠，什么？咋背也是忘了。这我完全接不上啊！哎，给他送出来了。メイ、こら起きろ！こんなとこで寝てちゃダメでしょ！トトロは？トトロ？あれ？夢見てたの？トトロいたんだよ！トトロって絵本に出てたトロルのこと？うん。トトロってちゃんと言ったもん。毛が生えて、こんな小孩真可爱。こんなのと。出来了。ここ？さっきは大きな木のとこに行った。だけど一本道だったよ。あ、メイ、戻っておいで。メイったら。那龙猫是搬家了吗？它一定是通过一个特殊的一个小路才能找到它。他刚才不是捡那个橡果子掉在哪里了吗？
哎呀，他爸爸真的是个很浪漫的人。就是会给孩子编织一个童话的这种。挨拶？深森を出発。就是我也不是一个会轻易质疑孩子的人，就是有很多他说的东西，可能你会觉得，哎，就别人说的话，就是成人你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他在瞎说呀？但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很少质疑他，但是会希望引导他把这件事情再完整的说清楚。对，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他并不是在撒谎，只是他的理解和成人的理解不太一样。是的。这爸爸真的很温暖。你看，就是可能会觉得是很离谱的是他，但是他愿意跟自己的孩子去寻找。对。而且你看这个树上边缠了一圈那个东西，我感觉有点像树神的那种感觉，在当地人的眼中可能有点这种感觉。気をつけ。メイが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哎呀，像样。うちまで競争。あ、ずるい。ああ。待って。早く。待って。今日はとてもすごいニュース。就这样会让自己的孩子精神非常富足。お化けのトトロに出会いました。丰富多彩。私は自分も会え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哎呦我去！还是个音乐家。你也会在书本上画各种画吗？会瞎画，但是画的不好。我到现在开会的时候，还会领导在上面讲，我在底下画树啊，画花，也是画不好，但是就是还是会画是吧？对，还是会有这个习惯。因为我后来看有人在那个书上边画，在那什么杜甫啊、李白那个下边接着画拿枪拿炮什么的，你知道吧？我当时就会觉得他画的特别好。那我也画，但是画的不好。哭了。私はまだ2時間あるし、おばあちゃんだって忙しいのに。ずっといい子にしてたんだよ。ねえ。想姐姐。おばあちゃん、先生に話してくる。さつきさんのうちはお母さんが入院されていて大変なんです。皆さん。有没有可能只有小美才能看见大龙猫，因为她小？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有那种说法，就是说12岁之前是能看到鬼啊，或者是能看到一些什么那个大人看不见的东西。熟悉吗？熟悉。上周才发生。我小时候经历过这种事儿的时候，后来我就不着急了，你知道吧？哎，后边是一个佛像吗？土地公。伞是漏的呀，它还织出来了。装没看着，就是不说话。小孩就犟。对，小孩有自己小孩的倔强处事方式。心是好的。他在坐飞机呢。对啊。来还伞来了。呀，他穿着小雨衣，好可爱呀！ほら、さつきさん、あ、めいちゃんも、ばあちゃん、
今日は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こっちこそお役に立てなくてね。この傘カンタさんが貸してくれたんです。へえ、あの子が？やだよこんなボロ傘。メイもいたからとても助かったの。でもカンタさんが濡れちゃ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いいのよ、いつだって泥だらけなんだからちったら綺麗になるでしょ。就那时候就觉得真的邻里都是很淳朴的。对。妹ちゃん。嗯，爸爸没回来吗？嗯。乗りますか？発車。オーライ。会不会等很久啊？お父さん乗ってないね。きっと次のバスなんだよ。メイはおばあちゃん家で待ってる？真的很像咱们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像小时候的感觉。因为那时候确实因为也没有什么电话呀，也没有什么。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从我家走到站点也就1-2分钟，真的是下雨的时候就会拿着伞去站台去等爸爸妈妈。对，还会穿着靴子在那种踩水坑。嗯，对。嗯，天黑了。他爸自己走回来的，还骑自行车？不是他爸。会不会整岔头去了呀？累了。メイ。睡着了。是不是给他抱到那个地方，让他睡觉了？那地方也不挡雨啊。这宝宝就这么睡？嗯？啊！他来了！大龙猫来了。为什么会？跟他一起在躲雨，也不是躲雨啊。小美，快醒醒！吓懵了。我之前我以为龙猫是会说话呢。啊。吓一跳。貸してあげる。早く。目が落ちちゃう。嘿嘿，还挺灵活。こうやって使うのよ。他能带住吗？他在这等谁呢？这个场景好和谐呀。他胆儿挺小啊，跟我一样。哎，高兴了。是因为像音乐的声音吗？他不是喜欢啊？对，毛都炸起来，或者这种像白噪音一样，要睡觉了。来了。哦，这车跳着来啊！这是龙猫巴士。哎呦我去！他也是在等巴士。哎呦我去！怪不得他也在这等着。给他拿个啥呢？是粽子吗？你别说，咱现在看这都挺应景呢。
把伞给人留下，哎。哇塞了！在车里打伞不好。对呀，不长个儿啊。是啊。我去，太神奇了！这个有点，哎，这是为什么呢？我看见龙猫我都没觉得很惊讶，我看着这个车我觉得很惊讶。这个，因为龙猫咱知道要在看龙猫，但是其他的咱不知道。它形成生态了，知道吧？有它的社会了。刚才他过来的时候，我还寻思这车挺开心，这巴士逗着。对呀，我寻思有坑啊。是真的。咋高兴的？哎呀！不该是棍儿呱棍儿呱，怎么叫？散夜猫拿走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种蝉鸣的夜晚了。其实夏天去那个伊顿河畔应该有。橡果。不是动物。这家庭氛围。哎呀，这种。哎呀。消すよ。お父さん、明日目出るかな？そうだな。你小时候睡这种那个啥蚊帐吗？没有。おやすみ。你会睡吗？小的时候就买一个大蚊帐扣在大床上。没有。我不睡蚊帐，我会点蚊香。什么动静？敲鼓了吗？龙猫是个音乐家。太有意思了！又来赶班车来了吗？啊，他们在这施法呢，让那个种子快发芽。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太有想象力了，这个。是祈祷吗？哎呦我去！哇塞了！真的假的呀？用劲儿就可以吗？哎呦我去，长成森林了，一晚上。你要说发芽吧，我觉得都还那啥，这是魔豆吗？这个哈？对呀，上天了。音乐有点像 CL 的音乐，有一块儿。这太温暖了。对，我又长成了一张大樟树。就把他们这块当成了家吗？哎呦我！然后就凉快了吗？这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这么大一棵树，他爸不会觉得这是真的了吗？这，哎呦我去！哎我去，这个玩过吧？对，陀螺吗？是抽冰猴啊，对，冰猴。我也要去。嘿嘿嘿。哎呀！别搞我能飞走。UFO 啊！差你了，你也蹦。来吧。豆豆龙吗？这首歌？然后没听过。豆豆龙，豆豆龙。好。
哇，太浪漫了，这个是不是就是像，就是小孩儿童年的那个感觉？看见了。哎，他们也吹这个哈。没了树啊？是不是没了？没了。那个不是正在他家那个房子上边吗？发芽应该是发芽了吧？啊，那时候还电报呢。嗯。おばあちゃん。玉米吗？玉米。こっちだよ。これなら食べ頃だ。哎，好大呀！おばあちゃん、これはいいよ。哎，你去那个就农村那个地里边摘过这些东西吗？没有，没摘过。我摘过，就是那个现摘那个柿子吃。哦。还有黄瓜，的确是挺不错的。然后他妈妈那块儿，不会妈妈有什么事儿吧？不是马上要出院了吗？对呀。嗯。他是会迷路吧？找不着吧？对呀。是不是跟他说不用等到周六，现在就能回来了？じゃあ一旦切るからね。おばあちゃん、ここで待たせてください。お父さんが電話してくるの。ああ、ゆっくりしてきな。那这得是大户人家吧？还有电话呢哈。嗯。哎呀，这小美。お姉ちゃん。哎，羊。这是产奶的羊。ダメだよ。これお母さんのトウモロコシだよ。ダメだもん。お母さんにあげるんだもん。找着了。找着了。其实有时候小孩子他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妈妈回来就说明妈妈好了。对。嗯。而且小月也是个孩子呀。小美没准要去把这个玉米给他妈送过去，他认为他妈吃了这个东西就能好。或者他想要让龙猫去祷告。那个没有用，他现在应该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让他妈吃到这个玉米。哎呦，这到不了啊！妹ちゃん。最怕这种。我能想起来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或者小美也搭那个巴士走了。这那么小，我觉得他不会吧？不是那个巴士啊哈，那个是不是晚上才会有啊？
这上哪儿找去？哎，咋整？这，嗯。哎呦我去！バカ野郎、危ねえ。妹を探してるんです。女の子見ませんでしたか？妹さん？七国山病院へ行ったらしいの。4歳の女の子です。4岁。ちゃん気がついた。他也走了很远。嗯。哎呀，对，小时候就这么骑，对，太有生活了。对。好，你这个看个动漫，你别给我搞那啥呀！你别真把孩子给我整死了。呀，松口气儿。よかったよ。私はてっきりみーちゃんのかと思って。なんだ、ばあちゃんの早とちりか。間違いだとよ。いや、どこ行ったんだろう。もう一遍探し直しだな。早くしないと暗くなるよ。すまねえな、みんな。ご苦労でも手分けして頼むよ。いや、お互い様だから。这一家有难，八方支援。你都别说是过去，就现在，如果就是平时不联系的人，你要真说自己孩子丢了，陌生人也都会帮你去找的。对。啊，他会去找龙猫。哎，真的是豆豆龙吗？啊！哎啊！哎呦我去！这龙猫真厉害，我以为它就是可爱而已。我去！这他妈叫是召唤一些其他的同伴吗？哎呀，真来了！来了！啊，他们都没看见吗？我去，还能踏水！他总是笑呵呵的，挺豪华呀，软的。嗯。哎，龙猫不跟他一起来吗？啊，到目的地呗，小美。小美，哎呦我去啊！无敌了。这好像去游乐场坐的那种车呀。这也太神奇了。对啊。我去，这哪个孩子看了会不爱龙猫呢？看狗能看见。哎呦我！走到这儿来了。那小车是只要那标就显示啥就一定能找到，就一定能找到哈。妈妈呀！哎呦我去，心想事成啊！对，就这首歌。心态真好啊。あの子たち見かけよりずっと無理してきたと思うの。さつきなんか聞き分けがいいからなおのことかわいそう。そうだね。退院したら今度はあの子たちにうんとわがままをさせてあげるつもりよ。おいおい。
放心了。お母さん笑ってるよ。大丈夫みたいだね。不去打个招呼吗？那可能他们现在出现在这里不合理吧？它有很多细节，就是现在我都能想到我在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尤其那个小男孩就看太阳，然后他不是骑那个自行车，咱小对，因为咱们太小了，小时候这个横梁你跨不过去，真的就是那么在骑。对，是的。我不知道现在的朋友们就是还有没有这种体验了，应该没有了，因为现在都共享单车嘛。然后当时就是一个横梁的那个，然后去骑，然后慢慢的在长大之后才能能跨过去，或者是假如说谁家里边有那种女士那种斜梁的，那种就比较好，就能够站着那么骑。然后当时骑自行车后边还会驮一个人，弟弟或者是邻居家小伙伴什么这种的。就那时候生活真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平房里，然后邻里一般都是认识，就是都是咱们所谓的老邻居或者一起上学。对，然后真的就那时候约着一起上学，就小的时候就是会一起约着上学呀、放学呀，然后晚上要没有的话就就是去同学家里就写作业了。对。然后真的就是像这种，比如像我们那时候就是去院里，然后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玩，就一到点了天黑了，然后那爸妈就会过来叫你，谁回家吃饭了啊？对。然后有可能正在那块玩躲猫猫的，然后就赶快就说我要走了，然后就赶快回去了那种。对。然后谁家里边假如说要是有个彩色电视，然后或者是假如说有一个游戏机，哎呀，那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在那块排队，一人玩多长时间在一起玩。真的是那种感觉太真实了，真的是。我就记得我家有那个电视的时候，然后我每次我都要顺着我的床，然后爬到那个书桌，再从书桌爬到因为那个电视是在一个类似于像是那种柜子上嘛，然后爬到那个书桌上，然后再去拧就是去拨那个台，因为咱那时候也没有遥控器啊，就去拨那个台。然后真的就是信号不好的时候，需要摇那个天线去找那个信号。然后一旦出雪花的时候，就像所有电视演，真的就要拍它，然后就看它什么时候能好。对，就是童年会有。真的就是，其实每个年纪、每个年代都有他自己觉得就是很鲜明的那种时代的烙印，对。然后也会有自己就是那个年代不一样的就是童趣啊。就现在咱们小时候是这样，那现在孩子他也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那些童年的回忆。对，但是反正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空虚，因为我看很多人就是玩电子游戏嘛，拿个 pad 一起玩。当然了，游戏是不一样的，今天玩这个，明天玩那个，但是真的。我小时候真的觉得可能挺满足的，就是我记得我家里边小时候是一个叫熊猫电视机，彩色的，只能看8个频道，然后多少寸啊？是21寸还是18寸？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我当时觉得特别大，我可老幸福了。然后后来逐渐反正越来越大了嘛，就30多寸、40多寸，当时感觉都很大。但是现在反而是我觉得可能家里边你整个50、60寸的都觉得很小，他现在反正电视也不开了。然后我小时候也是一个地方，然后满院都是花，然后草，然后种了一棵树，然后有井。到冬天的时候，那井里边还有冰，我会抠那个冰吃。然后出了院子之后，外边是个大坝，就是里边有一个像很大的一个大池塘的那种感觉，就会特别的开心。然后，但是当时后来把那个房子卖了，然后买了个楼，然后我第一次拥有了一个，不对，住地方我也有自己的房间，但那个时候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就是一切都很满足，就是每一步都很满足。但是现在想想，那个房子其实也不大，面积也不大，但是现在一想想，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个回忆，真的是。然后看这个就完全就能想起来当时的那些回忆的场景。对，因为我家住在伊通河边嘛，就是如果要是有长春的小伙伴应该就知道，就是伊通河。然后我从我家走到伊通河可能也就不到10分钟吧。我就印象中就放学写完作业之后，然后爸爸可能就是会领着我去到伊通河，然后就是夏季的时候就会去捞小蝌蚪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用瓶子装回来呀，就那种。就小的时候都是这种，然后还有去捉蜻蜓啊或者什么的，真的就是小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很丰富多彩的生活。然后包括就那时候不就说嘛，就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他们也有很多玩法，但是他们可能释放就是压力的时间会很少。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是
孤立的，就是独立的在家里去玩呢，或者什么的。但是咱们那时候真的就是你只有跟小朋友在一起才能玩起来嘛。对，真的就是在一起。然后就那时候就觉得和自己的小朋友有每天磕的鼻青脸肿的，或有时候打架。对。但是回家父母也不会就是像现在就很金贵的那种说你怎么样，因为都是从小看到大的孩子嘛。对。就说怎么又打架了？然后就说那个你要真不喜欢你就不要和他玩，但实际上第2天俩人就又和好了。对。然后家里人也从来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什么邻居之间就闹矛盾的或怎么样的。对。就是该玩玩，该闹，就是这种。对，真的是。然后回到这个这回忆太多了。然后回到这个电影里边，你说这个龙猫，它就叫龙猫，它其实你说它有什么意义吗？它的意义是什么？就它代表着什么呢？不知道，童年的力量。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可能真的就是像咱们现在就刚才咱们回忆小时候的那些美好的那些回忆，我觉得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东西？就是你有一个寄托，一个精神寄托，一个玩伴，或者是一个那种美好的愿望那种东西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小时候那个东西，什么东西最美好？它就是龙猫。我感觉可能就是代表着这种感觉。哎呀，就像我小时候想拥有一个机器猫一样，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看过龙猫嘛，我一直在看机器猫，买那个书。我当时想，我要有个机器猫，这辈子就无敌了。够个竹蜻蜓我就飞了。或者我觉得龙猫也可以是，比如像，就是可能很多就是其他人对孩子的那种美好的祝愿吧，或者什么的。就一种保护吧，就也不知道它代表什么，但是就是感觉看到它就是很美好，就是这种童年，就是可能是不仅仅孩子，就这么说嘛，不会有人有对青春的感悟的同时还拥有青春，对，只有过了像咱们这个年纪才知道当时多可贵。但是青春的时候，就是你真的就是觉得日子就是可能是用来就是挥霍或者什么的，就是你可能不会觉得它有多珍贵，因为你觉得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对很多事情要去做。对，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这些。对，然后但是呢，其实你就像他的父母，真的是我觉得很到位。你看他的爸爸一直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好的爸爸。对，真的就是从来没有就是说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他真的是对自己的孩子的这种就是所有他的想法有回应。去做，所以才会让这个姐妹2个人就是能够心里的就是那么的健康，然后有这种愿望。你看，应该是这里应该是就他俩到了之后，有可能只有他俩看到了这个龙猫。对，你看村子里的其他孩子可能是没有看到。对。但是他们有这种美好的愿意，就是纯真呐、或者什么的，就是可能他看到了以及找到了这个龙猫。然后龙猫也愿意就是能够和他们接触，就是所以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看了之后很温暖，而且就是会引起很多就是就是就像咱们就是侃侃而谈的，就是唤醒了自己对童年的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对，就是真的是童年其实也有很多自己觉得可能不舒服啊，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呢就看完这个电影想到的全是自己小时候那些也很美好的画面。对，高兴的事儿。对。包括我说，就我妈站起来蹬自行车，就当时哭的哇哇的。但是现在想起来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你一说的时候，我和雨熙笑的也挺美好的，你知道吗？对呀，真的，我不说吗？当时，然后我不说别人撞到我妈自行车，我呜就在地上就飞走了。然后我妈把我抱起来，冬天把我立在那儿，先拿起了我的可赛帽，然后里边还有个棉帽子，然后最后看我的脑袋受没受伤。但是其实小时候就大家这个都戴那种，对，但是咱们小时候就戴那个可赛帽嘛，觉得太好了，有个可赛帽。对。然后所以就是现在有的。对，所以就是想起来这些，现在想起来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对，都会觉得自己哎呀，就是特别特别美好的回忆。对。这个我现在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个龙猫很流行，或者大家都很喜欢龙猫。看完这个电影，我觉得不可能会有人不喜欢龙猫。然后它这个也比较好，就是它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节奏很快，时间长也不长嘛，很短。就是也没有什么煽情，没有那些东西，就是很单纯的跟你讲了一下那个童年的一个故事，然后就结束了。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去在其中去体会的这个东西。很好，真的很不错。1988年的电影真的很不错，我觉得真的拍得非常好，而且会感觉到真的是
就是作者会很用心的在讲这个故事，而且就感觉像是亲身体验过的一样，真实啊，好真实啊！就是有很多故事，可能咱们看过之后，咱们会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就是可能离咱们的生活，咱们会觉得很远，然后会带着一种好奇或探索的，就是眼光去看这个作品，因为你会觉得你不了解，对啊，就是那种可能会给你的这种新奇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反转的点，但是这里就是会有很多点，你会觉得，哎，对，就是这样的。对对对，哎呀，行，不错，很不错啊。这个是叨叨选的一部电影，选片眼光不错。行，那这个就先到这儿，希望大家给我们点赞、投币、加评论，让我们下一步再见，拜拜拜。